最惨的一次就是来，哇，真的阿明是个男的啦。He sent me the video of me jerking off. I was like, why? 嗨，欢迎收看黑卡 K 的新系列 Gen Z Decode。我是信，我是杰豪，我是 Kalen， 我是依婷。在这个新系列中，我们请了 Gen Z 一起分享8个大家都很有兴趣的社会课题，然后我们也匿名调查了超过300个年轻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社会现象，也就是 influencers 和 content creators。在座的都是 TikTokers 对吗？所以你们觉得自己算是 influencers 吗？我很讨厌这个我不算，绰号。我算from the start 到现在，我是算自己是 content creator， 不是 influencer。你们觉得差别在哪里？我觉得 content creator 是比较有个性的，比较有个人风格。然后 influencer 就是你要当你随时都可以当。对。为什么你会这样讲？我觉得 influencer 就是 one step above， 就是你要具有影响力，你要有很多人，你可以 influence 别人的一些东西。如果你看 Nano、Micro 也是 influencer， 然后他们就是有手机，他们在家里就 sign up to 一个 app。觉得like content creator 做 content 就是为了娱乐，可是 influencer 是有一个信息，有一个 message， 他想让你觉得来推荐一种 message 啦，就是一种 lifestyle， 一种 fashion。来，我是个 fashion influencer 的话，我就觉得，我这种服装你们可以来试。你们是怎么开始 TikTok 还是？我其实开始的时候，我 TikTok 是做跳舞的。连跳舞那时候是很那种 cringy 的啦。你们来一段。我先给你。不是 ，OK， so 很久时间对吗？我已经做视频给我跟我的朋友们看，所以没有跟别人来分享，是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而已。没有一天我就是来 ，OK， 我想做一个 video， 那个 first video that went viral of mine 是那个我那个 Jason 那个，其实那个我是不小心放 public。我其实玩这 to be friends only， 没有不小心放 public。我去冲凉回来的时候，我在 what， 我以为是 hate 呀，但其实不是，是很多人来我说翻一翻，你就说OK咯。我的是那时候分手，然后我就 delete 掉我的 Instagram， 然后我就开始用 TikTok。Is it your villain era story？ No，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每次会上传一些福建视频我的IG story， 那时候我就没有 Instagram 嘛，我就上到 TikTok， 然后就上传一个我跟我的奶奶、我的阿嬷的一个 interaction， 然后我就开始喜欢这些福建对话视频，就从那天开始就一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发福建视频。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我的 FYP 的时候，我第一个 thought 是。人家可以说 Hokkien 到那么 eloquent 的吗？因为我长大之后来，我阿嬷讲 Hokkien， 喂，你搞到讲法，我妈你超个棒呀！他讲是很 eloquent， 他讲到很 high class， 我在那时候 ORD 后，我本来是想去做 internship 的，然后我就 apply 来做 video creation 啦 ，marketing 这种东西，然后全部都没有 accept，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从 JC 出来，没有 experience， 没有 skill 什么，但 OK 啦，没有拿到，但我就是有一点有那个 spy 了，我讲 OK 咯，你不要我自己来。Villain era， 这个真的是 villain era story。我给你看，我可以网红。Villain story。所以我那时候做的 content 是。我就是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日本动画 anime 还是英雄这种东西，我就很喜欢做 special effects 这种东西，一天每天都一直做这种 TikTok， 然后就慢慢从那里就开始红了。然后在我们做的调查中，对吗？有65%的年轻人，他们觉得就是网红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工作，是吗？65%啊，你们觉得太多了？没有，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当网红真的有那么美好吗？ Basically 是啊，因为如果你的出发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做 content 都是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有些人会变成网红，然后就是这个 pursuit of 追求自己的兴趣本身是个好的事情嘛。那当网红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一方面吗？就比如说你的隐私，你们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吗？有一次我记得我去一个 event， 然后就有几个男生就来冲上来要跑嘛，然后那时候因为 normally 我遇到在外面会有人认出我，然后我就会。因为我了解他们每次看我的视频，变成他跟我有那个很亲切的感觉，因为他知道 what's happening in my life。可是你不懂他是谁？对，比如说 normal like 1 to 1，有时候2-3个人还 OK， 那时候是直接5-6个，他们觉得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号码，然后我的手我拿着我电话，我的手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真的很怕
他就直接问，因为我也不想，我没有丢啊，没有。但是我就讲我很想 give my OK， 给我的号码 ，I will deal with them。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 You have one。Last time IG DM 是有啦，人家 DM 我不懂你会不会来收到来令你不舒服的 messages。我是来有过啦，最惨的一次就是来，哇，真的咯，阿明是个男的啦。He sent me the video of me jerking off. I was like, why? 那个是最惨的啦。I mean like，我是 like， I mean obviously I just like okay, I'll block this shit. Send him one back. You jerking off. Tat for tat. 你口水很多。也可是不常见啊，不常见，大多数都是人家都一开始就只是讲 hello 嘛，好像来 test water 这样来 hi you single you got 有没有女朋友啊这种东西。最惨的是其实是昨天，哇，发生了什么？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女生突然看到我，她指在我讲 ，You're the TikTok guy，You're the TikTok guy，指，然后我就来嗨，她就指我，我就觉得来。很没有礼貌，就指着我。可是毕竟他是小孩子，我不可以怪他。有时候也是，如果我upload一个 video 是很靠近我的家，他们也是知道我住哪里，他们会来 dox 我。哇 ，you live here， Oh my gosh！ 对，所以我是讲it's a bit difficult for me， 很难，因为to me I cannot tell what is work and what is life。两个都是融合一起，对，一起来 overlap， 因为我喜欢，可是这个喜欢也是我需要be serious about it. Like, for example, today's a Sunday, and we are all here. So yeah, like kind of thing. So there's no like fixed schedule. 那现在你们会每天需要 po 视频，然后很 stress。真的是应该也是有一个 constant 的压力吧。Like， 对，你一直会想，哇，我下一个视频要做什么？每天都会想，如果我 run out of content 怎么办？因为你一段时间没有播，就是哇，我开始落后了。这种也是个压力了。我每次就跟我朋友讲 ，content creation 你认真你就输，因为你太认真，你太过压力，你太过把太多的心思专注在这个 content creation 上，你真的会觉得哇，对，不是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很难 sustain？ 因为你要一直想新的点子，而且你本身你有跟我 share 过说你很难找到自己的 niche， 对吗？你有什么样的困扰？说实话，我真的已经在一个 creative route 好像有几个月了。我网红的这个 route 是真的是乱来的，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做一种 content，我就是是今天想做这个就做那个，明天想做那个就那，就红到有 to a certain level 啦。可是到最后就是什么都做了，但是不知道真正做的是什么，对吧？那你会想要放弃吗？就是很可惜，真的不能放弃嘛，就是真的是 it's not nothing， like 能达到这个 level 我是很 thankful 的 to be able to be here， 但是我现在是看不到了那条路是要怎样走。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热情是不可以持续下来的。If let's say the trend now right， 那个 trend 现在是跳舞。then 你根本都不喜欢跳舞，但是你假装喜欢跳舞，因为你要 blow up，you'll be very excruciating，and 人家可以看出当你不喜欢做你东西。example， if 你本身不是个大声的人，对吗？但是 because you want to blow up， 在你 video 里面你这样 right， 人家可以看出来的。then 你也是觉得你背叛自己，因为你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So just be yourself。And then you can do it long term. Before 我根本都不知道 you can have a following from speaking Hokkien. Yeah 咯， Yeah, and then she did it. 那你们觉得 content creator 是一份可以长久的工作吗？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不可以。Usually what they do is 他们会they would go into other lines that create stuff. So 可能是 directing, script writing 那种东西。有些我的朋友他们想开一个 agency manage 别的 influencers。I mean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我们会 one day get replaced 的。白一听因为你现在已经毕业了，然后你在找工作，对吗？那你没有考虑过想要做 full time content creator 吗？我没有毕业之前，我就已经100% confirm 我不可能做 content creation full time。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多东西要扛，因为我要还学费，学费不便宜，学费不便宜也要自己还，然后我要还很多电话费、WiFi 这种东西，所以我会觉得 content creation is something that I don't have the luxury to do。
所以就算我要继续做 content， 我一定要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就变成 maybe 我6点以后我才开始做 content creation，which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content creation campaign 还是有 business hour，很危险啦，我觉得不可能有时候没有饭吃，然后你就等饭吃，觉得比较难。但你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其实我跟很多人谈过，很多人都说你不可以不要做 content 啦，你就是做 content 的料，你就是如果你一不做，然后没有人做 content 就很可惜什么什么。我说我知道，就是你可以养我吗？你养得起我吗？我就觉得like 这种东西讲很容易，可是做很难嘛。Yeah。然后大家都会很好奇说 influencers 赚多少钱。Okay, guys, let's go. 像我妈在这里哭衣服。Sorry, guys. A little temper.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家都很想知道的话题，所以 influencer 到底赚多少钱？OK， 等一下我们做了一个 survey。So OK， 我们可以 It's color coded and 我是什么？你是比它有 lines，OK， 它有 lines，OK， 所以这个是大家300多个调查中，300多个年轻人中，他们觉得一个月你们赚多少钱？所以这个准吗 I'm trying to avoid the question. Because like I mean ？OK 啦，one thing is like 我本身也觉得啦，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 curious 也是因为 there's quite a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the pricing of this thing， 所以你收到的 offer 哦也是很 range from a large range of things， 有些人会给你一个数目，有些人会 offer payment in other methods other than cash。这样我来解释。butter trade. Yeah, like 你收到的 product。Okay, it's not service but the product. Wide range 的。 As I said, there are periods that are dry， 所以是平均。有些月我们earn $0，有些月是 negative，because sometimes you get scammed。non payment。有一个被我有一天被我 scam 过哎，你被你你 say no 被他 scam， 他跟我讲来，他要送衣服给我，然后帮他 promote， 我讲 OK send the clothes to me， 他讲 the clothes is stuck in Thailand custom， please pay $300。哇，然后我笨 almost in the transfer， 然後 suddenly 我打電話給開，他講開，你 asking me to pay， should I pay？ 他 like stop it so dumb， 然後 like yeah， so 我 almost get scam。So sometimes 如果你不 smart， 你可以被 scam 的。那你们觉得 like on average right， 一个 content creator 会赚的比普通的一个 fresh grad 赚的多吗？那个大学 median 是多少？4200是吗？差不多吧。差不多4200。我講不會，我讲会嘞。it depends on， Depends on how hard you're working。是真的是 depends on how well you do，and it's also like whether you have a following already。Yeah， 而且你需要 average over 几个月对吗？12个月。就它是会比较不稳定嘛。有一些月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为什么你们两个讲会？因为如果你看一个大学生，他工作就是 9 to 6，如果我们 content creation， 我们真的是放9 to 6的话，我们赚的，因为我们比如说一个 campaign， 然后我们 drag across 一两个月，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小时都在工作的，所以我们留给自己的时间有可能会比较多。如果你 schedule 是拜1到拜5都 pack 了哦，就是很有可能会了。 9 to 6，就是，可是我看没有一个 creator 有那种 schedule，不可能你是福利不到。然后我们翻过来可以看到大家觉得你们一个月应该赚多少钱是应得的。哇，这个我有很多话讲真的。哇，你说 OK？ 因为我觉得 OK， 你比方说你以前要打广告，一瓶香水，你就要 maybe 放4、5万的成本下去，因为你要请这些来什么打灯的啊，要请一个写稿的，要请后期剪接的一些团队。但是现在 all the job 就是我们一个人做，我们拍，我们想 idea， 我们自己 edit， 再 post 我们的 platform， 我们 deserve 的毛说。虽然是说 OK 啦 ，maybe 我们没有用来专业的灯光啊，还是相机，但是我们拍出来流量有可能更大，所以我真的觉得一个 campaign be worth a lot。也是要想 in terms of like the time you take to grow your following. They will only companies will only approach you 当你有 following， 当你有 engagement, and that engagement to grow requires time, requires not giving up, requires literally like sometimes like not sleeping at night to like edit your videos. So that's what people do not see behind the scenes. Yeah. 你制作一个视频的背后需要花很多心血嘛？有些 video 不需要，有些需要，有些 video 需要1-2个月。因为 right 你要跟那个 client 是 go back and forth， 你 send 那个 draft， 他讲 No I don't want this draft， then 他们 send back， 然后我要 storyboard 一个 totally new idea，then 有时候 right 我有 experience 过，他们到那个最后一个部分了 video film 完了啊，他们讲 Can we not do this campaign anymore？ Then suddenly 1个月半的 deliberation just cancel wasted。
，Yeah，完全没有给钱。哪一个完全没有 agency 的哦，不可以讲了，不可以讲。So it's a lot of faith and trust 啦，that 那个 client 也是会 go through。我做 editing 的时候 ，right， 会花差不多4个小时，哇，因为我要放字幕，然后字幕 Caption 我 Hokkien how to auto caption，Hokkien cannot auto caption，exactly， 你看他们可以 auto caption， 我不可以。 Oh my god， That's why， 所以变成有时候你懂，我要写一些汉语拼音 romanization of Hokkien words，right？ 我还得去问我一个福建小群主，我这样子写可以吗？因为我怕就是人家会讲，这样子是不对的。我的途径就是比我大一辈的，他们就是对我很多期望，说你一定要把我们的 roots 这样子一直 push，然后比我小一辈的常跟我学习，然后我就夹在中间，哇我就变成压力很大我要做好，我不可以乱来。哇，我看过他的 video， 我被 motivated。因为我是福建人，可是我福建比他更 Thank 差， you 所以我 motivated， 我要学比他，有的时候 OK，比他好，比他更好，对。然后我们做的调查中，对吗？我们也问说，大家觉得现在有太多人想当网红吗？其实有88%的人觉得现在有太多人想当网红了。那你们会觉得说现在有太多人想当网红吗？我觉得是没有人会说太多人想，因为 like by saying that kind of saying， 我想阻止人对去 try to be 网红，可是对对对为什么你要阻止别人？对你想去你去尝试哦，开心就好。 Yeah，there's no reason to stop that Correct 事情我觉得可能一部分的人也是觉得说，我走在街上，我就看到有小妹妹在那边跳 TikTok dance，就觉得太多这样子的现象，我就觉得会给我一种感觉说，很多人都想要博眼球。I mean 他们开心就 let them be 啦。I mean that might be their outlet。我们不知道他们生活多辛苦，如果他们做那个 TikTok 单，所以让他们开心，继续做了。那你们本身对内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规定吗？就比如说，我一定不要拍这个。我觉得自己的 mental filter 是蛮强的啦，很多 topic 我都不敢去动，也是有一点考验自己的创意能力咯。你可以有这么多 idea， 为什么要去玩火？你知道吗？对。我每次放这样内容，我会就是问我自己，如果我有孩子，我的孩子在用 TikTok， 他看这种视频，我会开心吗？如果 the answer is no，which unfortunately TikTok 很多 content 都是我觉得不会想要我孩子以后的孩子看到的，所以如果是 no， 我就不会放那种 content。但是现在很多 Gen Z 他们就是比较敢拍，比较敢露。我不会拍的事，不关我的事，我不拍。如果有人打架，你拍吗？多管闲事不是我的 content， 我的 content 是我自己的生活。如果是比如说有什么东西发生在新加坡，有什么 hot topic， 我不会去懂的，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对吗？我不知道那个整个故事，我不要把我的 opinion 放在里面 ，unless I know the full story。Just leave other people's drama as their own，不要去把你自己 insert 到别人的 drama 里面。那对于那些想要进行内容创作的人，对吗？你们有什么建议吗？还是鼓励的话 The moment you are cocky and you have pride and you are complacent, you would fall. Like you have to think, right? The only reason why 人家要看你，是因为人家要看你，人家要 like you have to be relatable. 如果人家不喜欢你 ，right? And you are cocky.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you, no one will back you up. You'll be alone. 他也是说了蛮多次的，就是要有热忱嘛，因为我觉得出发点一定要是热忱，尽量追求stick to that 啦，hold on to that fire for as long as you can。就是创作内容其实跟股票市场差不多一样，you must detach yourself from the numbers，这有时会比较低潮，哦有，yes 起有落。 Very good point, very good point。所以今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 content creators 的，可以呼吸哦。觉得总结就是喜欢的话就去做。欢喜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也要继续关注这个系列。所以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和分享。拜。拜。